法国幻影2000C 战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？其退役将对法国有怎样的影响？中国此前为何要购买幻影2000战机？其具有怎样的性能？最后为何购买失败？现如今，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，这就是战机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加快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战机的升级，由此也促进了世界战机的发展。战机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，由于其性能退化本身老旧，这就不得不对其进行退役，以便可以更换新的战机，从而在最大限度上维持空中力量的平衡，这也成为了各国战机发展的必经之路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法国的战机幻影2000C 战机。近日，关于法国这款战机也有了最新的消息。据报道称，法国空军最后一个操作幻影2000C 的战机中队正式退役，结束其40年的服役历史。法国空军将继续以阵风战机来接替幻影2000。报道还指出，被称为法兰西岛的2/5战机中队正式解散，也宣示了幻影2000C 战机走入历史。该中队在法国军队中成立80多年，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少数的有亮点的部队，与自由法国军一起对抗纳粹。此外，2/5中队将在2024年回归，届时的新战机将是阵风战机。那么，关于法国幻影2000战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据悉，法国幻影2000战斗机是法国空军一型单发三角翼多用途战斗机，是由法国自主设计，也是现存服役第3代战斗机中唯一采用不带前翼的三角翼飞机。这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设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国在战斗机研制方面独树一帜的做法，不仅体现在幻影2000战机上，而且体现在整个幻影系列飞机的形成和发展之中。此外，据悉，幻影2000战机由法国达索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，截至2013年，除法国外，还外销8个国家和地区，总建造数量600余架。基本型是空中优势战斗机2000C 型，可随行全天候、全高度、全方位、远程拦截任务。80年代发展了幻影2000B 双座教练型和幻影2000N 对地攻击型。90年代研制了空战能力明显提高的幻影2005型，改型多达20余种。达索公司在1978年完成了幻影2000的首飞，不过真正的服役型是幻影2000C，于1983年入列法国空军。因此，幻影2000C 战机是该系列战机中的早期型号，服役至今已达40年。在幻影2000C 战机与法国空军服役时，它是欧洲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，是第一种采用了电传飞控，使战机具有最佳的操控性。同时，幻影2000C 战机配备的 RDM 雷达具有俯视和仰视和导引超级530中程导弹的性能，这使幻影2000C 战机在当时在综合性能上超过 F-16A。因为同时期的 F-16A 仅有短程飞弹的发射能力，幻影2000C 战机的全内部电子战系统也是当年的划时代设计。此外，据悉，幻影2000C 战机的作战经验是在1990年的沙漠之盾以及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，担任的是沙乌阿拉伯上空的空战巡逻任务，然后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执行打击和护航任务，可惜没有机会遇到敌机，因此不能展现出其真实的空战实力，也没有机会进行实战，所以就没有相关的空战记录。而幻影2000C 战机首次投放武器是在1995年的波士尼亚战争，在战斗空中巡逻中首次投下非导引炸弹。然而在同一年，一架幻影2000D 战机双座型战机遭到塞族防空导弹击落，2名飞行员被俘，这也成为了其不可磨灭的屈辱。不过，对于幻影2000战机的发展，法国也是对其不断进行升级改造，希望使其可以达到最好的性能。这主要也是由于幻影2000C 战机的问世时间早，所以其武装的是1980年代的魔术2型短程追热导弹，这在1990年代以后完全处于落后的状态。因此，随后法国便推出了幻影2000战机的第2代改进型，也就是幻影2005战机。它具有更大推力的 M53 引擎与 RDY 雷达，其武器采用主动雷达导引的云母导弹，这也使幻影2000系列战机在当时仍然处于先进战机之林。但是，由于法国空军没有升级改进幻影2000C 战机的计划，因此当超级530飞弹于2012年退役后，幻影2000C 战机就只剩下魔术导弹与30公里机炮可以使用。
这就使其性能完全处于明显的劣势，不能够发挥其最大的威力。现如今，随着法国幻影 2000C 战机正式退役，这就使其完成了在法国空军的使命，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，结束了其长达40年的服役使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国幻影 2000C 战机与中国还有一些渊源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为了共同应对前苏联的威胁，中西方关系逐渐升温。中国为了提升国防实力，就与西方开始了频繁的军事交流。在1982年，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法国考察当时还未进入量产阶段的幻影2000，并在对其进行了多次试飞后，中国的试飞员对其性能感到十分的满意，认为它是一款性能极其优越的战机，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将有着极其重大的促进作用。在当时，中国空军所装备的就只有歼7和歼8，因此将这两款战机与幻影2000战机进行对比，就会发现法国幻影2000战机不论是在航电设备还是在操控性，都远远超过中国歼7和歼8，具有极其巨大的优越性。更重要的是，法国幻影2000战机还是一款多用途战机，可挂载反舰导弹、激光制导炸弹、空空导弹等多种炸药，来执行反舰、对地打击、制空等多种任务。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空军来说，绝对是一款完美的全能型战斗机，能够完全符合中国空军发展的需要。由于中国对法国幻影2000战机的性能较为满意，因此就计划准备将其引进。法国看到中国有如此强烈的购买意愿，于是便想要坐地起价，向中国要价很高，以此来达到自己获取巨额利润的目的。法国在有了这样的想法后，就将一架幻影2000战机定价为6000万美元的高价，这还只是裸机价格，不包括后续维护费用以及弹药购买、后勤体系搭建的费用。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笔巨额的费用，这就是中国望而却步，最终没有和法国谈拢，错过了对这一款战机的购买。从这里我们看出，这很显然是法国故意针对中国，根本就不想将幻影2000战机卖给中国，以此故意抬高价格来刁难中国，打消中国购买此款战机的想法。然而，现如今，随着中国在战机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这就使中国在战机的发展上完全超过了法国，也对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这也使中国战机将取得更大的发展，并可以加快中国战机走向世界的步伐。这对于中国战机的发展也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，将进一步促进中国战机的发展。因此，现如今，法国随着幻影2000C 战机正式退出历史舞台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进一步加快法国空军的战略升级。这对于法国来说也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。相比幻影2000战机，法国阵风战机的性能还要更加的优越，并将在最大射程上提升法国空军的实力，并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。